第二种办法，叶晨沉吟一声，认真说道，第二种办法，就是要找一个有足够能力的人，彻底威慑住对方，逼着对方把暗花撤回。塔瓦纳抿了抿嘴，无奈道，叶先生，能威慑住他们的人，恐怕很难找，就算能找到，也是跟他们有牵连的，不帮着他们就是好事，所以更不可能帮我了。说着，他问叶晨，叶先生，要不我想办法联系一下美国那位获胜者，看看向他示好能不能寻求他的帮助。叶晨道，向他示好没问题，但这时候示好就很尴尬了。一来，你这个时候联系他，向他示好，只会让他觉得你是利用他摆脱眼前困境；二来，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过渡，威慑力还没有达到足够的强度。如果他现在出面威慑，对方未必真的会买账。说着，叶晨又道，更何况，这种情况下你向他示好，其实是等于投靠他，以换取他对你的保护。在我们华夏，这就要那一个投名状了。他是个生意人，这种时候那投名状，代价不会小的。塔瓦纳不解地询问他，叶先生，请问什么是投名状？叶晨道，投名状就是当你从一个阵营转而准备投靠另一个阵营的时候，为了让另一个阵营对你放心，证明你不会再倒戈回之前的阵营，就必须要做些什么来跟之前的阵营彻底割裂。你要加入匪帮，就要先犯下死罪；你要加入敌营，就要先斩杀曾经的战友；你要戴罪立功，就要先把同伙出卖干净。如果你现在向他寻求庇护，他大概率会要求你在所有社交媒体上向他表忠心，而你几亿粉丝将成为直接见证者。塔瓦纳咬了咬牙，狠下心来道，实在没办法的话，我也可以的。叶晨摆摆手，我确实建议你转换阵营，但不建议你转换的这么直接干脆。急速情况下急转弯，会让所有追随你的人闪了腰，甚至导致翻车。一旦他们感觉受了伤害，就会对你脱粉，甚至粉转黑，说不定一夜之间，全网对你的辱骂和指责将铺天盖地。所以我之前建议你，至少用10场演唱会的周期来慢慢实现这个转弯，这样对你的星途才不会造成影响。塔瓦纳也知道叶晨所说的问题严重性，可当下他实在没有什么别的办法。10亿美金暗花在那挂着，就算自己熬过了今晚这一劫，往后的劫难还多的是。他忍不住流下2行热泪，无助地说道，除了他，我实在想不到还有谁能解决这件事了。叶晨淡淡道，事情虽然棘手，但也不至于哭。我可以帮你找一找我在美国的朋友，我那朋友在美国有点实力，不管是谁下的暗花，我都让他把这个人找出来，逼对方把暗花取消。等暗花取消之后，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塔瓦纳忍不住道，叶先生，那些人的背景十分强大，每个人背后都有大财阀的庇护，就算是美国那位获胜者，都很难对他们产生足够强大的威慑。您的朋友再能压得住这些人吗？叶晨说自己的朋友在美国有一点实力，确实有些谦虚，也搞得塔瓦纳心里很没有底。此时叶晨笑道，财阀也分大小，有些财阀只在当地有些影响力，出了当地就不好使了，有些财阀甚至在当地都不好使。说着，叶晨还故意用余光看了一眼三井良孝，这话其实就是说给他听的。三井良孝又怎能听不出叶晨话中的揶揄？自己虽然是三井家族的一把手，可是就连山口组这样的黑社会组织都压不住，确实有些丢脸。叶晨见他臊得老脸通红，便没再继续针对他，而是对塔瓦纳说道，不过我这个朋友在美国还是有些能耐的，相信这点事情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说罢，他掏出手机，给远在美国的忠实小老弟罗斯柴尔德家族指定继承人史蒂夫·罗斯柴尔德打了过去。史蒂夫·罗斯柴尔德最近的日子倒是轻松，太子大卫坐稳，上次来华夏又与叶晨拉近了几分关系，现在每天高枕无忧，只等着老爷子哪天退位了。此时的美国正值上午，他也才刚刚起床不久。
正在睡眼惺忪地享用丰盛的早午餐，接到叶晨电话，整个人瞬间来了精神，声音都带着十足的欢快，恭敬说道：“叶先生，您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叶晨道：“史蒂夫，有件事情要请你帮个忙，不知你是否方便？”哎呀，史蒂夫脱口道：“叶先生，咱们俩人的关系，您有任何事情只管跟我说，但凡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给你办妥，就算超出我能力范围的，我也会拼尽全力。”叶晨淡淡道：“你们美国那边有人在地下网络上下了10亿美元暗花要塔瓦纳斯维特的命，我猜测买凶杀人的，大概率跟前段时间比较出名的那个岛屿有关系。他们是财阀，你们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是财阀中的财阀，我相信你应该对他们有十足的了解吧。”原本叶晨身边的三井良孝和塔瓦纳听叶晨打电话给一个叫史蒂夫的人，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毕竟史蒂夫这个名字在美国也算是稀松平常，跟华夏有人名字叫某伟、某涛、某波差不多。但是当他们听叶晨提到对方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时候，两人心中均是一片骇然。如果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史蒂夫，那应该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二把手，未来的继承人史蒂夫·罗斯柴尔德了。这两人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叶晨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华夏人，社交圈竟然会如此变态。费可欣对他毕恭毕敬也就算了，连史蒂夫都能被他一个电话打过去直呼其名，这属实有点超出认知了。此时电话那头的史蒂夫听叶晨提到那个岛屿的事情，赶紧撇清干系道：“叶先生，您说的那个什么岛我大概也听说过，不过我要跟您阐明一点，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不干这种下三滥的事情，也从不跟那帮人一起玩，他们玩得太脏，就那个什么破岛，他请我去我都不会去的，而且我向上帝发誓，我确实没有去过。”叶晨道：“我不在乎你去没去过，你就是天天住那我也不在意，我现在需要你做的就是让你跟那帮人联系一下，告诉他们不管是谁下的暗话，都要让他们立刻马上撤回，否则的话就杀他全家。”史蒂夫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道：“叶先生，您放心，这件事情好办，我打了几个电话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像暗花的那个人，就算找不到，我也有办法把话送到他的耳朵里。”“叶晨满意地说道，“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我等你的消息。”史蒂夫此时有些八卦地问：“对了，叶先生，您怎么忽然要给那个塔瓦纳出头啊？难不成您跟他好上了？”叶晨脱口便骂：“滚他妈犊子，赶紧去办事，